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茶，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鬼话怪谈。今天第一个投稿故事的粉丝是福建人，在10年前，他爸爸在江西发展，但运气极差，反正就是生意破产，欠了很多外债。大学毕业以后，他就也来到了江西南昌。后来因为某些原因，他爸去了别的城市发展，而他妈则是回到了福建，只留下了他自己在南昌生活。再之后，他就在当地交了一个男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公。他当时就在一个叫新世纪的老旧小区租了一个房子，2室2厅2阳台1厨1卫，1000块钱吧，其实是有点贵了，但是装修还可以。小区里还有很多卖吃的，上下班坐公交通勤啥的也都挺方便，并且在稳定下来后，他就养了一只泰迪。而男朋友的家离他租的房子很近，每次周末他们就回家住，周末的晚上就回到租的房子里面带泰迪出去溜一溜。小狗嘛，精力旺盛很正常。但突然有一个夏天的周日，他和对象刚回到出租屋，就突然发现泰迪断气了，躺在客厅一动不动。他说其实前一天晚上带他出门遛弯的时候就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但谁都没往生病那方面去想，以为是小问题。当天呢，他就因此哭得稀里哗啦。最后对象找了箱子，把泰迪以及平常他玩的东西放在一起，找了个地方给埋了。等要回小区，对象就在小区门口的药店买了8四消毒液，然后就在他等对象付款的时候，明显察觉小腿有狗蹭过的感觉。因为那时候穿的是长裙，养过狗狗的就晓得那种被毛蹭过是怎么样的。也可能是福建的习惯吧，晚上上楼做卫生前，他还给泰迪买了纸钱，在出租房边上偷偷给烧了，并且心里还默默地说，我以后肯定是要结婚生小孩，你以后来当我的孩子吧。之后他就跟对象俩人上楼了，对象还在客厅里撒8四消毒液，味道特别刺鼻难闻。也不记得当天半夜几点了，房间里除了旧空调的出风声，他还听到了爪子抓门的动静。那个声音他特别熟悉，就是以前泰迪抓门想进来的声音，他真的都要吓死了。而对象则在旁边睡得死死的，把他推醒，跟他说了泰迪回来的事儿。对象就特别含糊的拍了拍他，说别害怕，就又睡着了。紧接着他再次听到了小狗在他床周边走动的声音。他的爪子之前没怎么剪，所以比较长，走的每一步他都心突突的。虽然是很想他，但是能不能不要以这种方式出现呢？他真的很怕这种事儿。到了第2天一早，他就搬去了对象家，期间给泰迪烧了几次纸钱和手写的经文，具体是什么经文他记不太清了，反正有助于投胎的好像。再后来没过2年吧，他就和对象结婚了，婚后半年他们才要的孩子，无论男女只要一个。那时候他就隐约觉得会是男孩，对象则希望要个女儿，直到生下来确实是个男孩，有一边小腿上还有胎记，怎么瞅怎么像他之前养的小狗。这事儿呢就完了。但想想也是，狗狗前脚刚死，后脚就变成鬼回来了，搁谁心里也发怵。下面这个故事是2年前一个粉丝的投稿。她呢从小在广西长大，是一个没出过省的本地人，女生。事情发生在她警校读书期间。一般像他们这类学校的学生，虽然都是坚定理想信念，但是19、20岁的时候，也都还是刚从高考解放的小孩，就喜欢到处听一些猎奇或者是传闻，尤其是从师兄师姐或者老师嘴里听一些本校的事儿。这也算是一种不信但又喜欢听的心态吧。虽然他这个经历和学校传闻关系不大，但又有些离谱的巧合。当时他们女生是6个人一个寝室，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学校依山傍水，门口就是邕江，背靠一座不知名的山，也可以说是丘陵。学校的结构呢，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总之学校就是在2个丘陵之间的山谷里，而且因为学校原本没有规划女生宿舍，所以最后女生住的地方就被建在了学校后山的山顶上。他们有一天上英语课的时候，就听老师八卦，因为建校这个地方是进出他们这个城市的关卡，
在古代南方部落战争和近代一些战争都有很激烈的军事冲突在这儿发生，所以埋的先人也比较多。当然传闻并不确定是真是假，但是他们在未建设的那块山谷里确实有长期无人祭拜的坟包痕迹。然后等放了学以后，他们作为新生也没有手机，加上又搞了一天的体能很枯燥，于是宿舍的人就对上午老师讲的很感兴趣，说要不玩个伏击啥的试试。几个人一合计就定了。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同学窜稀不舒服，一直躺在床上没参加，而他则是因为家里曾经有人做过米婆，从小就听这些鬼神故事长大的，对这些游戏并没有抱太大的热情，也就没玩。最后就只有宿舍的另外4个人参加了，这里我们就以各自的床位简称4个人为1、2、3、4。这张图就是他们宿舍的格局。他和不舒服的同学睡在5号和6号床位上下铺，1、2、3、4就在他们宿舍的阳台关着门玩，并且期间怕被晚上查寝的教官看到，还让他和6帮忙盯梢，要是看到教官就说他们在阳台做拉伸呢。他吧那会儿已经挺困的了，随便应付了一句好就躺在床上睡觉。大概刚睡了几十分钟，迷迷糊糊的就听到有开窗户的声音，他以为是教官来查寝了，于是就戴着眼罩说了一句：教官好，我们应到6人10到6人，他们在阳台拉伸擦药呢。之后就听到窗户重新关闭，他心想着可算走了，那继续睡吧。但刚翻了个身，就又听到了开窗户的动静，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4次，而且能听出来这个声音和距离压根就没变过。那如果是查寝教官的话，不可能一直站在原地不动，光开窗户玩啊。带着疑惑，他就半撑起来，摘掉眼罩看了一眼窗户。这里解释一下，他们学校是不允许挂窗帘的，所以可以直接透过窗帘的微光看到走廊上有没有人站在那块儿。结果肯定是毛的人影都没有，只有窗户打开了一小道缝，偶尔有风吹动着窗帘。他就有点奇怪，但也没觉得怎么样，只是觉得是不是哪个傻逼同学大半夜不睡觉玩他们窗户呢？接下来他就下床准备去关窗。他们学校有规定，每天晚上10点半准时吹哨熄灯，所以他去关窗户的时间应该是11点左右。可是当他关了窗，刚躺回去，一闭眼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是你上课玩手机被班主任在背后盯着那种，反正就是睡不着。之后他就戴着眼罩一直清醒的开始数羊，期间同学6还问了他一声：你干啥突然起床走一圈就开始碎碎念数羊了？你发癫呐？他说有傻逼开咱们窗户玩，我去关窗户回来睡不着了。这一下轮到6懵了，说你做梦听到的吧？我刚蹲坑回来一直没睡，啥都没听见。不能吧，这么大声你真没听见？没有，你做梦自己想的吧。然后俩人也没再说啥，就继续躺着。没多大一会儿，阳台上的4个同学就开门进来，他呢也正好准备下床去阳台上厕所，但却被4个同学给拉了回来。4个人感觉都有点沉默，他就问咋了，有人在上吗？接着他们打开小台灯跟他讲有，这里有的意思他们好像真有请到什么东西。随后他就眯着眼睛适应小台灯的光线，又看了看1、2、3、4个同学，他们都抿着嘴很统一的沉默加自闭的表情。他就以为是几个人串通起来逗他玩呢，就说我不管，我要憋不住了，不然尿你杯子里啊。这回4个人啥都没说，各自躺回了床上。他进了阳台开灯以后，看见地上有一堆玩伏击的工具，挺生气的，玩完也不收拾，就说干嘛呀你们，等下明天又要一起写检讨了，赶紧出去弄干净啊。6也说是啊，快点去啊。但明显1、2、3、4很抗拒，还说真有什么东西之类的话。这大半夜的，他背对着虚掩的门，听4个人这么说也有点毛毛的，就赶紧上床躲进了被子里。这个时间应该是凌晨1点多，他们几个都睡不着，就在床上小声的聊明天准备吃点啥。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怪事儿。很安静的宿舍里只有他们吃东西的声音，但他就是能感觉到那个最靠窗的椅子上有人，或者说有什么东西坐着，并且是坐一会儿换一个椅子，
最终换到了紧贴他床铺的椅子上。他当时超级紧张，很害怕，就从床上坐起来，换了靠墙的一面睡觉。1、2、3、4好像也明白什么，没问他在干嘛，只有6问他去厕所吗？咱俩一起。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咱们6个一起吧，我有点被你们吓到了。1、2、3、4还是没出声，就这么又等了10多秒。作为社长的3才说，那好，一起吧。他们就紧跟着一起走去阳台，贴着阳台门站着。6去厕所出来以后，他们几个人又一起回去，大概是一种羊群效应吧。他们都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宿舍里。然后他家以前不是有做米婆的吗？就想起来之前亲戚说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和应对方法。最后他就提议，要不练一练军校的校歌吧。就这么的，他们一直唱到顶不住困意了才结束。到了第2天早上起来，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大家都没再提。但一却告诉他们，那之后的几天，他每晚都做梦，比如梦到去世的亲戚和邻居在他们阳台叫他出去啊，或者是有人坐在他椅子上盯着他等等。后来他精神状态有点差，胃口也不好，训练的时候还吐了2次。送去校医室后，校医就建议他回家休息几天。辅导员呢，就给了他1个星期的假期。1个星期以后，他才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回来后的一身上带了一个桃木制的葫芦，还有1小袋米，让他放到了自己的枕头里。据说这是安家米，通常被用来给婴儿避免丢魂呐，或者是避免小孩看到鬼神受惊用的。可是就在一回来的那天晚上，宿舍里除了他之外的1、2、3、4、6都有失眠做梦的情况，一连好几天大家都精神不佳，而他也总是在半夜醒来。关于这一点其实不太符合他平时的情况，因为之前白天又是上课又是训练的，再加上他自身体质相对差一点，所以基本一天课程下来都会又困又累。但那段时间他总会盯着那些椅子看，即使是什么也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依然感觉有人在那6张一排的椅子上逐个换位着坐。由于长时间睡眠不足，就导致他有点不舒服，于是在周末的时候他就请假回了一趟家，还跟他妈说了这件事儿。但他妈始终认为是他心理压力太大的原因，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也没什么帮助。之后他就跟米婆提了一嘴这件事儿，而米婆的观点是可以了解一下校园八卦的真实性，如果没有真实性可言，那问题就出在了他自己的心理暗示上。有真实性的话，那应该就是1、2、3、4搞来了一些东西，然后一应该是八字比较弱，那些东西就一直盯着他整。但是一那次回家肯定找到了应对方法，所以这些东西就开始挑倒霉的人下手。他就是那个长期倒霉且不幸的人。后面他就正常回学校上课嘛，他们宿舍也是这会儿迎来了整件事情的高潮。他们学校呢，每晚都有参加巡查的学生在熄灯前确认每个宿舍是否有人夜不归宿，就是教官负责抓玩手机和不睡觉的，巡查的学生负责抓寝室内务这种。他们宿舍的一就是督察队的一员，需要每天晚上去巡查，并且这个巡查是有仪容仪表要求的。在正式查寝之前，会先由师姐检查他们外貌是否穿了学校规定的制服和皮鞋。一那天早上刚把皮鞋擦了一遍放在阳台，而且晚上他和其他室友2、3、4、6都看到一的鞋在上面摆着。但是熄灯后，等巡查完回到宿舍的时候，他们几个就听见一穿着皮鞋走进来的声音。他还在想，一真是富婆呀，买2双木了。这块大家明白吧？正常一的皮鞋明明就在阳台那放着呢。之后又过了3、4周，快要放寒假了，一有一天下楼阴差阳错摔倒，把脚踝给整脱臼了。他们就打120叫救护车来山上接一去医院。因为他们新生都住在顶层13楼，而一是在11楼摔的，又没电梯，他就只能背着一下去。然后在背一的时候，他就发现一的皮鞋摔脱底儿了，就说你另一双皮鞋在哪儿？我们上去一个人给你拿下来，不然脚好了你得光着脚回宿舍了。一当时又急又痛，说我他妈哪有啊，别管了，赶紧去医院吧，疼死我了。他也就没继续问。那天是他和社长3陪一上救护车去的医院，室友2则是打电话给辅导员请假，4、6留在宿舍。在医院等医生给前一个急诊病人检查的功夫，他跟3就和1聊天分散注意力。
期间他就随口调侃了一句，说富婆真是深藏不露啊，2双皮鞋都不让姐妹们看看之类的。依旧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问他你傻了吗？我什么时候有2双鞋？三这会儿也跟着帮腔，说就是2双啊，我俩都看见你前几周阳台1双，脚上1双了。但依旧很无语，说绝对没有。之后等在医院治好了一的脚踝脱臼问题，就直接打车回了医院。一路上一都很沉默，他们还以为是一累了。回到宿舍，一就很突兀地问他们5个，确定真的有看过他的鞋放在阳台，但他还穿着1双一模一样的皮鞋回来吗？他们5个都很确定，因为当时他们几个在聊天的时候还拿鞋子调侃过一是富婆，所以都看见过他的鞋。再加上他们宿舍没有和一样大的脚，一看尺码就知道肯定是一的。然后一从那天到毕业经常神经质，不过经过这次事件以后，他们宿舍就没有了那种有东西坐在椅子上的感觉了。后来的3年时间里，他也有多方求证，学校的校址在古代确实发生过军事冲突。总的来说，他经历的就是一件离奇又真实的事儿吧。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古怪，并且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也是因为前年要毕业了，才把这件事儿分享出来给大家看看的。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啦。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还请多多3连支持一下。如果有相关经历的，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